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远，这是一个美发频道。如果还没订阅，可以订阅一下；如果还没追踪 IG 的话，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今天档的代志。我相信你们应该也很常看到网络的资讯来剪头发吧？就像你看到我的 YouTube 来找我剪头发，看到我的 IG， 看到我的 Facebook， 可能看到 Dcard、PTT， 就是你知道有各式各样的资讯可以让你们去剪头发。但是你没有想过那些业配可能是假的吗？今天我就要找出一篇文章，告诉大家如何看出假文章。居然美发业有人这样在赚钱，你们真的要认真看了。来看要从哪里开始讲。这篇文章在我发布影片的时候，应该已经下架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你去搜寻的时候，内容已经全部都变了，但是我全部都截图了，所以我就分享给大家看。除了教大家以外，我也要给大家看看美发业居然有人这样恶劲。这篇文章的抬头就是你2020有在高雄剪发过吗？高雄有哪5位神级发型师正在疯狂被女孩讨论呢？Dcard、PTT、Facebook 都大推的高雄染发、高雄烫发的设计师，到底谁写一个部落格会塞进那么多 SEO 的关键字？如果你知道会懂关键字的，就是为什么要放什么 Dcard、PTT 啊、Facebook 啊、高雄染发、高雄烫发，因为它要让你容易搜寻得到。大家有看到2020是个关键，因为这篇文章大概还没改啦，因为现在已经2021了。但是你看上面有一个2018，其实这就是它的发文时间。如果你是一个部落格，你在2018发了文章，为什么你会在标题不断的篡改、不断的篡改，甚至一直改时间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想要让大家觉得这是一篇最新的文章，但可惜你不是。大家往下滑，你会看到你有在高雄剪发过吗？高雄烫发过吗？高雄染发过吗？巴拉巴拉巴拉。这一篇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关键字跟沙龙有关的，全部都用红色的字体标出来了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在一篇文章用不同颜色标出来的话，你在 Google 上的搜寻率会变得比较容易出现，这也是多数在做网站跟写文章的人会善用的 SEO 的一个手法。下一则大家就会看到，第一个推荐的发型师出现了哦。Amy， 然后他是在握手法艺啊，巴拉巴拉巴拉，然后从英国哪里毕业的人啊，什么什么的。然后你看上面有人写我自己是还没有去给 Amy 服务过，但是朋友说好像价格真的不可爱。前面有很多赞美，后面写价格不可爱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告诉你，我很完美，你赶快来消费，不便宜你也照单全收。好，再往下滑就会意外看见我的名字啦。那我会看到这篇文章，其实就是因为我朋友传给我。其实这篇文章2年前我就看过，当时我就懒得理他。那下面就有在写说，卢志远就是油卡的执行长，然后创办了树街沙龙，年轻有为，然后在 Dcard 上表现不理想。然后他的朋友来油卡，很喜欢油卡的服务跟设计。然后人生苦短，喜欢什么就要像油卡一样勇于追求，巴拉巴拉巴拉。大家看清楚这篇文章，关键就是这一间沙龙网络评价不好啦。然后卢志远都很喜欢大改造。如果你是一个害怕、胆小、不敢冒险的人，不要找卢志远。同时间，我有一个朋友在2018年的时候，这篇文章也有截图，我就放在这里两边给大家比对一下。2018年的文章，我个人是觉得写的差不多啦，就会只是多了一些什么拓点太快造成设计师的水准不一，这里在2020年的时候就被修改掉，所以2018年到2020的时候确定文章有被修改。然后再往下滑，下面就有一些就是你知道很多 PTT 的推文或 Dcard 推文啊，巴拉巴拉截图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下面有一个人推荐油卡推荐冥想店的王豆绿。其实他发文在2020的时候，我们这位设计师早就已经离职啦，他根本就不在我们沙龙了。但为什么他存在呢？因为这一篇文章在2018年就写好了。然后你有看见，就是我们公司的贺也被写在上面，就是他说贺烫的头发很好整理，然后1年多后想整理头发，结果发现头发打太薄，1年多后才发现下面有一句很关键的话，握手的烫发价位是多少？我是不知道这则推文是真是假的，但是你自己想一下，谁会问哪个设计师说很满意，突然又急转弯，真的哇，神展开了这个剧情，然后就是直接问别间设计师，重点是那一间问的人刚好就是握手。再往下滑，这个人叫孙三才，孙三才呢就是油拿的老板，高雄油拿的老板。那下面就会写说，就是给小三哥操刀啊，那时候给他剪得很好啊，童年充满回忆啊。但是油拿真的太远了，无法长途跋涉给小三哥服务。在2018年的时候，油拿也被说，油拿好像跟油卡有一样设计师水准不一的问题，所以在社群软体上反推油拿的人也很多。这都是2018的截图，所以2018跟2020的文章就这样，比较一下，是吧？是不是很不一样？
再往下滑就会写到卡兹鬼鬼，那这就是在讲一些，这是年轻族群的卡兹啊，干嘛，针对学生的优惠啊。关键字就是告诉你，如果你住新崛江，然后又是学生的话，你可以去卡兹啦。好，再往下滑 ，David。大家有看到握手法医又再度出现了，高雄5大神级设计师握手就出现了2位，我只能说它几乎是一个，你知道那型的沙龙呢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所有的神仙可能都住在握手吧。然后 David 就是你知道，很坚持顾客适合性、流行性、重现性，站在顾客的立场，然后888，缺点就是，要等20分钟啦。但是你知道这里的头发就是非常好整理，不毛躁，然后让超级懒惰的他也有女神般的卷度。这句话在关键告诉你，如果你想找 David， 你就乖乖的等；如果你怕等，就不要去。如果你等到，千万不要写负评，网络已经写得很清楚，但它就是技术超级屌。你知道更神奇的地方在哪里吗？握手在高雄的北高，油拿在高雄也有北高啊，但是他觉得油拿太远，他觉得握手很完美。然后下面就有一些 PTT 的推文啊，在说，他头发真的用得很好啦，干嘛，不管了。最后的文章，大家有看到文章标签这里，文章标签这里就是 hashtag 高雄剪发、高雄染发、高雄烫发、高雄剪发推荐、高雄染发推荐、高雄烫发推荐。天哪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是一个部落格，我真的还不会标那么多这种你知道跟高雄的剪烫染有关的，因为这通常都是在宣传沙龙才会用到的，你知道这些标签，因为为了让你们更好搜寻得到我们嘛。好，看到这里，你有没有很想去握手剪头发了呢？如果我是你，我会去啦，因为真的太厉害了。一间店，高雄5个神，有2个神伫遐呢，迄间庙个不要去拜，然后好像拜了，你知道，头发会很旺、很漂亮一样。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不能说人家是不是他真的写的啦，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的诱导消费者，因为这里面的文章就是你知道握手都是好的，它不好的都是你可原谅的，其他不好的都是什么服务啊，或你知道改造干嘛，就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不可思议。然后我在我的 IG 上，其实我就直接说啦，就是握手就是造假嘛，然后我就在限时动态发了很多。为什么我会这么样直觉呢？那是因为这篇文章真的是太诡异了，2018年就流到了2020年呢。然后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篇文章，你正在考虑高雄烫发吗？好，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眼球的地方？观看次数180几万。这时候你去搜寻这个标题，在 Google 它已经下架，可能在我限时动态发完之后，它就已经下架。然后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，只是刚好我有截图，部落格本人居然说这篇文章就先下架咯，因为这篇文章有太多争议。我只是单纯的想分享烫染的心得，想不到引来很多争议。这我还是会继续分享我的吃喝玩乐。然后这个部落格点进去3篇文章，有2篇人气不到20，这一篇文章70几万。然后原本就是在写高雄剪烫染。如果你真的觉得这篇文章很多争议，你在2018年到2020年，你怎么会一直放着？不就是2020年被揭穿了之后，你才准备下架吗？先说小道消息，有人是说这个部落格也是捏造出来的啦，因为我不相信一个观看能到70几万的部落客，这2、3年来居然只写了3篇文章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既然真正有人安尼咧做部落客呢，我跟你讲啊，正常人看到70几万硬是下一给下。如果我这支影片观看70万，我真的明天马上再拍一支出来，想说天哪！钱来喽！那各式各样的推文，我是觉得大家有时候看东西要张大眼睛去看。最后你要怎么决定你想去的沙龙呢？我觉得你可以去他们的 IG 或 Facebook 看看他们的作品是不是真的是你想要的作品，然后看看他们的产品。如果产品很好，作品也很棒，那当然这是一种选择。如果你发现被推到爆的那间沙龙，看到 IG， 他们作品根本有够普通的时候，你真的三思而行。最后，我在拍这支影片的时候，我就顺便再搜寻一次文章，我想确认我自己到底有没有看错。所以这些文章目前内容已经全部都被改了。那是不是握手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就是这么巧，在我发完限时动态之后，全数下架了。那我觉得这人今天起做贼心虚啦。那我是真的很生气。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？是因为我觉得我在经营油卡的这10年以来，我觉得其他品牌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们是很积极、很努力、很正面，而且我们投入非常多的资源跟心力。我知道我们一定有负评，我也能接受消费者给我们负评，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完美的，但是我们很努力的达到完美这条路。我们做趋势、做行销，甚至做课程，我们投入了非常多时间跟心力和金钱，但是居然有人可以，你知道，把所有人的名字、流量全部都写在
在一起，你就可以创造超高流量。那我在想啦，你把卢志远写在里面，基本上就是想说卢志远搜寻率比较高吧？不然你打 David 跟卢志远，我一定搜寻率比你高啊！这不是自傲，这是事实，大家可以去 Google 看看。只是努力的这10年被这2、3年写的文章，可能很多人觉得你又没证据，就是对了，我也没证据啊。这种东西就是公道自在人心啊，就跟性骚扰一样，我没证据没，所以怎样我能告他吗？也不行啊，他也没讲什么话啦，就是文章很中性咯。最后各位看官就是擦亮你的眼睛，然后顺道一提就是很巧的是这篇文章刚好下架了。我刚刚真的是夜路走太多了吧？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人为的啦。那如果有去过握手也很满意的话，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如果你去过握手，真的你知道差强人意，就是你也可以留言跟我说。还有，我觉得所有的行销都可以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当然，我也会说油卡好棒棒，因为你知道我开的沙龙嘛。但是，我觉得抹黑他人、踩着别人往上走的行为真的很要不得。我觉得所有的美发业都是很努力的，我觉得所有的美发业都是很投入这个产业，想要让这个产业变得更好。那我不希望这样子的恶行会继续前进。跟大家讲一些小八卦，握手里面用了很多产品，跟高雄一个在地连锁店资差是用同一种产品，那同一种产品当然也没有不好啦，但是你也知道，资差你知道烫发888，他们是一个平价的连锁沙龙，但是握手我看文章感觉上是一个烫头发4000、5000、6000的高价沙龙，还说用头发发质会越来越好。唉，我不希望你们继续被骗了，我也不希望你们用昂贵的价格得到你知道平价的产品，我们就不说廉价，还有。这一些文章的存在，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权，那当然我也有选择我发言的权利。无论这篇文章是真是假，如果这篇文章是真的，我虚心接受，那我也会努力的改进。因为2年前这篇文章就确实存在，只是看到朋友传给我，然后又改成2020，可能要改2021，突然被我阻止了吧？就是好吧，就这样。那祝福握手，你知道宏图大展。大家如果真的有觉得他们技术很好，当然，技术是没问题的，很多时候是道德跟人品的挣扎。我觉得做生意跟在成长的这条路上，你知道，很多事情是不能用声望跟钱来衡量你这个人善不善良的。这支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希望以后在看一些推荐文的时候，可以真实的去看看店家自己本身的作品，还有使用的产品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东西，而且这是不是符合你想要的 ？OK。公道自在人心，希望这个产业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进步。然后大家不要靠着抵损别人，把自己做好，技术提升，产品用好，给消费者最棒、最好的东西才是我们最忠实的目标。好，如果你有其他问题的话，就在下面留言跟我说吧。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，下次见。影片的最后，顺便跟大家说，我的确不敢说100%是握手做的，但是你知道，他们里面有一些关系人跟我说，对啦，就是他们做的。那我也是可以接受对质啦。那如果说真的很想要看我们讨论的话，欢迎跟我一起上 Clubhouse， 赶快订阅 Clubhouse 上面的资源咯。拜。